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还在山西的太阳山里面。今天来看一座寺庙，千年古寺啊，也是国宝级的寺庙。里面呢藏着国内现存最早、最完整的北宋18罗汉群像，还有北宋元构的木构大殿。之前我们看过唐代的木构建筑，佛光寺、南禅寺等等。那今天呢，也来看一下北宋的。那这里面的塑像呢，被称之为是宋塑之冠，非常精美，非常漂亮啊。还有比较关键的是，里面呢有一个阎王殿，其中有一位阎王啊，是按照刘邦的形象来雕塑的。刘邦大家都非常熟悉了，西汉的开国君主，可能很多人呢也会对他好奇长什么样子。今天我们就能够看到了。寺庙就在前方，也是坐落在群山环绕之中，三面环山，一面开阔，是典型的长风聚集之地。它是叫做重庆寺，在山西长治县呢。在长治县呢，还有一座寺庙比较有名，叫做法兴寺。其实啊，在山西长治和晋城这一块有很多国宝级的寺庙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这一座寺庙看一下。登台阶，重庆寺。看一下，这就是大门。这一座寺庙啊，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特点，就是它不从大门进，而是从右边的小门。这个建筑呢是明清时期的风格，不算是高大呀，青砖飞瓦，飞檐翘角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庆市。这一座寺庙呢是始建于北宋，大概是公元1016年。到现在差不多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从右边进去也是右门，进来之后就豁然开朗。这应该也算是一个四合院了。整体这一块面积不是太大呀，里面的建筑一眼就能看到啊，有千佛殿、大士殿，还有卧佛殿。山西的很多寺庙这种千年古寺，整体的话面积都不大，但是它留下的东西却值得让人一看呐，而且是在其他省份可能都看不到。你像这种千年古寺啊，如果出了山西，那应该是很多游客的，而在山西太多了。基本上每个地方啊，每个县都有历史比较悠久的古寺。进来看的第一栋建筑呢是天王殿，也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山门。一般在很多寺庙啊，山门和天王殿是融为一体的。这个天王殿呢也是寺院的最南端，建于明代，后面经过多次修缮。天王殿里面供奉的肯定就是四大天王了。这个是明代保留下来的彩塑啊。天王殿一般是有四大天王的，而这个地方由于历史长河的原因啊，只剩下2尊天王。它是东方持国天王和南方增长天王2尊，另外的已经损毁了。其中呢，这2尊他们手上的法器，还有脚下踩的鬼怪，都已经缺失了，有点遗憾呐。这2尊天王像也是比较高大威武，高约3米，身穿着华丽的铠甲。虽然经过几百年的风雨侵蚀，这些彩塑的色彩有一些斑驳脱落，面部呢也有部分损败，但依旧能看出明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啊，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恰到好处。上面以前也是有壁画的，现在看不太清楚了。以前另外一边也是有的，现在已经没有了，因为是四大天王嘛。那现在我们就继续往前去看一下其他的大殿。天王殿对面就是千佛殿，也是这一座寺庙的主殿呐。里面的那个塑像是非常精美的，北宋时期的木构大殿。
看看这上面的斗拱也是很精美的。进去之后，真的是震撼人间呐！这就是里面的彩塑，整个这个大殿里面的彩塑全部是北宋时期的。那这里最中间主尊是释迦牟尼，两边呢是文殊与普贤菩萨合成华严三圣。最中间的释迦牟尼是端坐于莲花宝座之上，体态丰满，面容慈祥，双目微闭，嘴角呢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，仿佛呢在俯瞰世间众生。佛像的衣纹呢流畅自然，线条柔和，褶皱呢清晰可见，仿佛呢是真实的布料垂落而下，质感十足。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呢，分别是在释迦牟尼的两侧，神态端庄，姿态呢比较优雅，与主尊的释迦牟尼相互呼应，构成一幅和谐庄严的画面。这个菩萨感觉是在斜着看下面，这可能是当时工匠的手法，就是我们一看这个菩萨，菩萨呢刚好就跟我们在对眼，也在看我们。这个也是，只要你在看他，他也在看你。包括我们正前方看释迦牟尼也是一样的。这个大殿里面最让人惊艳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玄塑自在观音像，被誉为最美宋塑观音。采用的是玄塑技法，依山而塑，姿态飘逸，仿佛呢是漂浮在半空之中，宛如仙女下凡。这个观音像呢，姿态自然舒展，没有传统观音像的威严，反而多了几分温婉与灵动。仔细看的话，观音像的发丝都刻画的细微入质，每一根发丝都清晰可见，衣纹的褶皱轻盈飘逸，仿佛呢是被风吹起来了。连手部的关节、指尖细节都处理得栩栩如生，这让人忍不住感叹：这哪里是一尊彩塑分明也是有生命、有灵魂的艺术品。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呢，是这里有大量的千佛玄塑分布在殿内的墙壁上面。可惜现在只剩下这一点了。千佛殿的由来，也就是跟这些有关。这些千佛玄塑小巧精致，每一尊佛像都只有10几厘米，每一个呢是形态各异，神态万千，全部不相同的。有的呢是在诵经，有的呢是手持法器，有的呢刻画的是一丝不苟展现了北宋工匠的精湛技艺。我们现在站在这里看这个佛像，以及刚才那个释迦牟尼和观音等等，我们仿佛能够看到1000年前工匠们在这里创作的身影。他们用双手将信仰与匠心一点点的刻进每一尊佛像当中，让1000年后的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份震撼与感动。古代的工匠确实了不得从千佛殿出来之后，我们就来看另外一座大殿，叫做大士殿。这座大殿不得了首先呢，它里面有非常精美的那个塑像，是整个重庆市的艺术巅峰。还有呢，这个大殿呢，始建于北宋时期，后面在清朝嘉靖的时候经过重修，所以呢带一点清朝的风格，单檐歇山顶，还有呢是面阔三间。它里面的很多建筑是宋代原版的，所以说比较有特色。那这个里面呢是供奉着我们一开始说的宋塑之冠的18罗汉群像。现在呢我们就进去了。进来首先看到的是那个菩萨，3个菩萨，文殊、普贤还有观音，称之为3大士。那最里面的话，观音它是骑着猴，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狮子吧。观音呢是面容清丽，神态安详，周身散发着宁静祥和的气息。那右边呢是文殊菩萨，骑在狮子上面，神态端庄，眼神锐利，仿佛呢在思考世间真理。左边呢这个就是
普贤菩萨骑在白象上面，自带一股温润之气。这几位菩萨的坐骑雕刻的也是非常有气势感，比较精美啊，颜色都比较艳丽，经过了上千年还保存这么完整，颜色还保存的这么好，就证明啊，那个时候的技术确实是非常先进。这些坐骑在这里呢，展现的是非常的温顺啊。在菩萨旁边就是18罗汉像，大概高度都是1.5米，与真人等高，神态性格啊各不相同。每一个呢都有它的特点，有些是展示的喜欢，有些展示的是在动怒，有些呢是静，有一些动，有一些是微笑。每一尊呢都独具特色，仿佛呢是18个鲜活的人物啊，确实啊有点是栩栩如生。他们站在你面前，诉说着各自的故事。这些罗汉他们是北宋写实主义雕塑的巅峰之作，大家看一下，肌肉、骨骼、衣纹褶皱、手部关节、胡须发丝都是刻画入微啊。有老者的沧桑，有中年的沉稳，有少年的灵动，也有圣人的虔诚。第一位呢是托塔罗汉，大家看他的手是不是托起来，正常是有塔的。他的面容啊是丰润，右腿呢盘曲，这个明显看得清楚，左腿呢翘起，感觉啊是在那个思考，仿佛他经历了世间苍生，或者说看透了世事浮华，确实有点像啊。第二位呢是降龙罗汉，他这个是偏袒右肩，因为等于是转过来一点嘛，体型健硕的中年梵僧，那这个可以称之为是我们说的西天的那个和尚一样，跟中土的和尚是有点区别的，扭腰挺胸，特别是他那个右手啊是握着龙珠，神态威严，气势磅礴，仿佛呢下一秒就要将恶龙降服。大家仔细看看他的眼睛，不是看着正前方，而是向右上斜视。他看什么呢？看这个梁架上的龙，等于呢这个降龙罗汉呢，他是要降服这条龙。这条龙呢，你看嘴巴是张开的，它是游龙，也是栩栩如生啊。它是从上往下，在对着这个罗汉怒吼，这两者是不是对应起来了？那等于呢，这就是一幅降龙图了。降龙罗汉要把这个龙降服，当时弄这些塑像，两者就呼应起来了，就考虑到这个，确实是挺形象的。这些罗汉呢，这罗汉有18个，我们就不全部介绍了。反正啊，每一尊都独具特色，可以说是让人目不暇接。这算是艺术的震撼。这些18罗汉是我国明确记载年代最早的18罗汉像。现在就去看最后一个殿宇十地殿，就是说里面呢有10殿阎王，也可以说是我们经常说的阴曹地府吧。关于18层地狱、阴曹地府，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了。在山西很多庙宇里面呢，都是有18层地狱的。那这个10殿阎王也是这个寺庙的一大看点。现在去里面看一下，一进来之后啊，看到殿内光线呢是有点昏暗，增添了几分幽冥之感。在中间的就是地藏王菩萨。一般我们看18层地狱或者阴曹地府，地藏王菩萨都是在的，这个大家也非常熟悉了。在两侧就是10殿阎王。那这个塑像呢，彩塑是明代嘉靖时期建造的，大概是400多年。我们看这些10殿阎王和我们之前看的有点不一样啊。传统的印象当中的阎王呢是凶神恶煞的模样，
而这里呢，大家发现没有，都是身穿帝王龙袍，仪态端庄，具有皇家威仪。民间称这里为实地殿，因为传说这些阎王是以历史上的10大帝王为原型塑造的，比方说秦始皇、周文王、宋太祖、唐太宗、刘邦等等。这些阎王的神态呢，可以看得出来，有一些呢雄视天下，有一些呢威猛盛气，有一些呢儒雅沉雄，可以说是充满了皇家气象与王子风范，确实和我们平时看的有点不一样。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阎王，它是叫做轮转王。按照传说，这尊阎王的形象就是按照刘邦的模样来打造的。轮转王的核心职责是掌管万物轮回转世，决定众生来世的命运。至于刘邦作为汉朝的开国皇帝，执掌天下、苍生祸福的身份有着奇妙的呼应，眼神呢深邃，既有帝王的雄才大略之气，又有执掌轮回的威严庄重。在史料中记载，刘邦呢是龙种而龙颜，美须髯，而这个轮回王的形象，而这种阐述呢刚好与这个有点契合。关于选择刘邦作为原型，有这样一种说法：刘邦作为开国帝王，平定天下，安抚百姓，一生呢历经征战与治理，他呢是感受到人间疾苦与善恶之分，于是古人呢认为他有足够的资历与智慧执掌轮回，评判善恶。另外一种说法呢是与刘邦的历史地位有关。当时明代在塑造十殿阎王的时候，推崇历代贤明帝王，而刘邦呢是作为西汉的开国君王，也是汉朝大统一王朝的开创者，他的功绩被世人铭记，于是呢将他纳入十帝阎君之列，既是对他的尊崇，也是寄托了古人对明君判善恶、公正度众生的美好期盼。所以说这就是刘邦的真龙像。我估计这可能是刘邦唯一的真龙像。那关于这个像不像的话，就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了，毕竟这个是属于明朝制作的。另外一点呢，有十殿阎王，那就有阴曹地府或者18层地狱，那这些呢都是在这个十殿阎王的后面。不过由于离得比较远呢，拍不太清楚，可能要那种长焦相机才行。看完这些彩塑泥塑，真的会被中国古人的智慧深深的折服也能感受到他们的伟大。说句实话，像这些彩塑，包括泥塑、悬塑，我们现在要把它弄出来，都是有一点点困难的。而在几百年前乃至上千年前弄得这么精美，确实值得称赞。那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。其实在山西这样精美的寺庙有很多，我们只是看的其中一座，后面呢我们也再看看其他的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